解读 A 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农历新年假期，美股笑摸摸的反弹，一些此前大胆抄底的机构已经尝到甜头，但康哥不得不提醒一句：环境有变，别盲目抄底了。另一个警示的信号是，市场回暖之际，全球最大 ETF 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赎回，喜欢逢低买入的散户也正开始迅速撤离。疫情以来，大量流动性刺激美股散户在市场走低时迅速涌入，但这次可能散户也变得更加谨慎了。指数基金正遭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资金外流。数据显示，规模达到4000亿美元的标准普尔500交易所交易基金遭遇赎回，这是该基金自1993年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仅在2月1日大年初一当天，净流出就达到了70亿美元，创下近4年来最大的单日资金流出量。最近几天，美股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回暖，而此时资金仍在快速流出，显示出市场心态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不应盲目抄底的做法也得到了前债王比尔·格罗斯的认可。他指出，市场中那种逢低买入的心态正在消失。另外一个爆冷的数据也值得投资者关注，1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意外跌至10多年来新低，反映出奥密克戎的快速传播以及高通胀对美国消费的冲击。由于美国经济大头依赖本国消费，这样的数据也很难对较多依赖美国本土市场的公司业绩增长抱有信心。悲观的消费者情绪会抑制支出水平，从而影响经济进一步复苏。元宇宙第一股脸书 Facebook 的母公司元宇宙平台 Meta Platform 的股票在周三盘后交易中暴跌22%以上，市值下跌2000多亿美元。此前该公司详细说明了4季度收益下降，业绩指引疲软和竞争加剧。随着 Meta 的股价暴跌，其他社交媒体股票遭受重创。周三盘后交易中 ，Snap、Twitter、Pinterest 股价均下跌，大幅下挫。Meta 前身为 Facebook， 报告第4季度收益为103亿美元，即每股收益3.67美元，低于去年的每股3.88美元。主要原因是苹果手机隐私保护加强以后，元宇宙获得用户数据有限。今年预期广告收入下降100亿美元。除了财报逊于预期外，公司的业务数据也令市场堪忧。去年4季度 Meta Platforms 的日活用户数达到19.3亿人，预期19.5亿，月活用户数为29.1亿人，预期29.5亿人，均不及预期。这也意味着公司的日活数据首次出现环比下降。糟糕的财报表现也掩盖了 Meta 首度公布元宇宙业务营收带来的兴奋劲头。涵盖 AR、VR 业务的现实实验室在去年4季度总共取得8.77亿美元的营收，不过营业亏损也达到33.04亿美元，清晰展现该业务仍处于烧钱阶段。在过去1年里，该业务的损失也在不断扩大中，这部分的亏损多少也在市场预料中。去年宣布更名 Meta 时扎克伯格就曾表示，将在未来数年里投资数十亿美元，直到元宇宙达到一定的规模。虽然精明的投资者知道新的业务方向意味着新的支出，但由于元宇宙并没有明确定义， Meta 需要的不仅是花上很大一笔钱，还有非常长的时间，而不确定性的时间对投资者来说是最糟糕的。周三美股成交额冠军 AMD 收高 5.1%， 成交222.1亿美元。该公司4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49%， 业绩指引超预期。AMD 发布财报后，美国银行将其目标价从175美元上调至190美元。成交额第2名特斯拉收跌 2.8%， 成交197.9亿美元。汽车新闻网站 Electric 文章称，特斯拉的供应链问题已经延伸到太阳能屋顶业务。第3名贝宝收盘重挫 24.6%， 创史上最大单日跌幅，成交179.2亿美元。该公司第4财季净利润同比下降 49%， 从上年同期的 15.67亿美元锐减至 8.01亿美元。受贝宝业绩不及预期拖累，Block Affirm Holdings 等同业竞争对手股价也跟风下跌。第10名微软收高 1.5%。
成交110.5亿美元。Piper Sandler 分析师 Brent Breitling 在给客户的一份说明中说，财报证实了微软在2022年的艰难开局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买入机会。他称，我们认为今年到迄今该股下挫 14% 是一种过度反应，我们建议增长型投资者以有利的风险回报买入微软股票。第11名 Netflix 收跌 6.1%， 成交61.7亿美元。据报道，凯西伍德的方舟投资公司周二清仓 Netflix 股票，卖出了其持有的最后103股。第12名高通收高 6.3%， 成交44.1亿美元。高通在周三收盘后公布了财报，公司首席执行官称，所有业务的需求都在加速。第13名 Block 收跌 10.6%， 成交30.1亿美元。该公司是贝宝的同业竞争对手，股价亦受到贝宝重挫 24.6% 的拖累。下面我们来看几条重要消息，可能会对上市公司的股价产生直接影响。一、黑莓公司宣布将以6亿美元的价格将其主要与移动设备、短信和无线网络相关的传统专利出售给一家特殊目的公司。黑莓表示，与 Catapult IP Innovations 公司的交易不会影响客户对其产品或服务的使用。就在几周前，黑莓停止了商务智能手机服务。二、今年头几周，美国制药商将癌症、糖尿病和其他处方药的标价平均提高了 6.6%。他们在国会议员仔细审查定价行为之际，坚持以更温和的幅度提高价格。截至1月20日，美国总共约150家制药商提高了866种产品的价格。制药商经常在新一年的头几周提高产品价格，为应对政治压力和国会为控制定价权而实施监管的威胁，许多制药商承诺缓和提价幅度。这些制药企业几年前以2位数的幅度提高产品价格。三、通货膨胀正在冲击价格敏感型消费者长期以来的庇护所。餐馆的超值菜单、汉堡王、Denny's 和达美乐披萨等连锁店为提高利润率，正在减少菜单上打折商品的数量或减少此类商品的分量。一些连锁店希望，相较于直接涨价而言，缩减菜单上折扣商品和优惠商品数量的做法可能会减少消费者的反感。麦当劳和加盟商说，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允许加盟商提高汽水、饮料的售价。业绩欠佳的 PayPal Holdings Inc. 股价大跌，接近疫情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跟 Peloton Interactive Inc., Netflix Inc. 等公司的命运如出一辙。在疫情期间，股价上涨数倍的这些公司已经基本回到原点。因为防疫封锁时期对他们服务的旺盛需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PayPal 的第4季度数据也是如此，促使投资者抛售该股。盘中下跌 23%， 有望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财报显示，第4季度总支付量仅增长了 23%， 是2年来最低增幅，并且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同业竞争对手的股价也跟风下跌 ，Block 跌 8.2%，Affirm 下跌 6.9%。其他支付公司周三也会面临压力，因为投资者可能猜测 PayPal 的艰难季度是否预示着该行业的命运。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交易的智慧。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所有我们完成的美好事物，没有一件是可以迅速做成的，因为这些事物都太难、太复杂了。当下的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快速获得成功，快一点到达顶峰，但现实往往是，越是急功近利，越是离目标更远，越是心浮气躁，反倒是走得越慢。唯有稳下来，才能泰然处之，不乱方寸，循序前行。做交易，你能稳下来吗？心地清净，敬畏市场，这条永远是真理。菜根谭中有这样一句话：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世事境方见，人情淡始长。心若不安，性则难稳。唯有不忘形，不着急，不冲动，才能真正做到身安性定，潇洒从容。愿我们都能拥有稳下来的智慧，不被欲望所累，不被情绪控制，理智平和，行稳致远，与君共勉。感谢您的观看，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